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作为天府联盟的总部，如今的星运阁规模比之前扩大了数倍，总部的强者更是数不胜数，防御级别堪称固若金汤。伴随着联盟的快速成长，其他的几个势力也逐渐被同化。大殿中，风尊者说他们最近得到了一些情报，魂族将会派出真正的强者驻魂殿，铲除天府联盟。魂族派出来的强者名为魂阡陌，是一名6星斗圣。突破到2星斗圣的火元老祖眉头一皱，魂族难道不怕古族以及其他3族不满吗？如今的远古种族之间个个互相怀疑，生怕灵族和十族之事再次重演，也因此他们都没有那个闲情去管魂族。所以魂族这次的举动也只是个试探，不然来的就不只是一个魂阡陌了。若是魂阡陌真的动手，他们也只能请丹塔老祖出手。但这么一来，魂灭生和魂魔老人只要分出一人，就能暂时牵制住萧晨，剩下的一人完全可以率领魂殿强者对联盟展开进攻。就在大殿中陷入沉默时，一阵突如其来的笑声响起：“交给我来吧！”药老嘴巴微张，双眼有些湿润。萧炎消失的这2年中，他无时无刻不牵挂着他。药老干枯的手掌不断拍着萧炎的肩膀，嘴里来回地说着回来就好。得知萧炎将金莲妖火炼化，风尊者等人震惊过后，脸上满是惊喜。萧炎这次出关可谓是及时雨，以他如今的实力，单独对付魂灭生绝对不是问题。药老满是激昂，他让殿中的人先行回去整顿部下。既然魂殿这次想和天府联盟决战，那天府便用事实告诉他们，联盟丝毫不惧魂殿。萧炎刚进入院落，潇潇就一把扑向他。萧炎抱着潇潇亲昵时，看到了突破斗圣的小医仙。小医仙见萧炎的目光扫动，笑着说彩铃进入九幽黄泉后一直未曾出来。小医仙让萧炎不用担心，他和青灵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前往九幽地冥蟒族，他们能感受到彩铃的气息，只是无法进入黄泉之底。算算时间，彩铃已经在九幽黄泉待了快3年。萧炎压下心中的担心，决定等联盟的事情解决后去一趟九幽地冥蟒族。萧炎重回天府联盟的消息在短短1日不到的时间内便传遍了天府所属的势力。整个天府联盟陷入沸腾时，魂殿反而沉寂了下来，两方势力也都不再主动出手，而是各自保持着最大的警惕和戒备。萧炎这段时间闭门不出，只守在潇潇身边。2年的时间也让潇潇成长了不少，实力也是突飞猛进。萧炎守着潇潇的这几天，再度见到了青灵和天火尊者。现在的青灵和小医仙一样，也达到了1星斗圣的层次。天火尊者也在药老炼制的丹药相助下，达到了斗尊巅峰，距离半圣仅有1步之遥。对于能否在有生之年踏入半圣这一事，天火尊者相当的洒脱。他本就是丧命之人，能有如今的造化已经十分知足了。在药老不在的那段时间，天火尊者对萧炎来说也是个良师益友，他暗暗将此事记在心中，等到日后必会想尽办法让天火尊者突破到半圣。7天后，一封由魂殿送来的血色战帖到了萧炎的手中。天府萧炎，3日之后陨落山巅，一决生死。萧炎在天府联盟有着极高的声望，击败他，联盟的士气将会土崩瓦解，所以魂殿的这个战帖是冲着萧炎而来的。陨落山脉坐落在天府联盟和魂殿的势力交界处，短短3天不到的时间，这里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被中州上的各大势力以及强者占据。3天一晃而过，一道道身影直奔陨落山脉中心的陨落之巅。陨落之巅高达万仞，是陨落山脉中最险峻的山峰，整座山脉都异常拥挤，但这里却无一人敢踏足。一阵铺天盖地的黑雾暴涌，魂殿7人出现在众人面前，领头的是魂灭生以及魂魔老人。萧炎带着天府联盟一共10名斗圣出现在陨落之巅另一侧空间。魂灭生很清楚，萧炎既然还活着，那妖火必然在他手上。他的眼中涌现一抹凝重，若说成就，萧炎已经足以和萧玄媲美，而魂族能让萧玄陨落，萧炎也不会有第2个下场。萧炎朝前一踏，接下了魂灭生的战帖，他的心里十分平静。最开始的他只是一个将打败云岚宗视为最终目标的小小少年，
但横空出世的魂殿让他义无反顾地踏平潜入的困难。可以说，萧炎能走到今天这一步，魂殿功不可没，是他们给了萧炎最紧迫的动力。魂殿的战铁方式是3战2胜，他们双方各出3人，一决生死。这种决战方式显然是魂殿不想大面积的彻底开战，魂殿不想损失太多，萧炎也不想将天府联盟赔进去。他淡淡一笑，让魂殿出战的人出来。魂魔老人踏前一步，一道暗劲对着萧炎咆哮而去。萧晨脚步一踏，将那道暗劲生生震碎。他面无表情地吐槽，魂族依旧是这么的见不得光。一道拄着拐杖骨瘦如柴的苍老身影出现，萧晨死死地盯着突然出现的魂切墨，他压下心中暴涌的杀意，面无表情地说，你这种当年曾在族长手中求饶的废物也有脸现身。魂切墨的双眼在萧晨和萧炎的身上缓缓扫过，萧晨再厉害也难逃陨落。如今的魂族依旧屹立在这片大陆的巅峰，而萧族只能苟延残喘。萧晨身形一闪，巨大的血色斧头狠狠劈向魂切墨，魂切墨一拳和血斧硬轰在一起，萧晨连连后退了10步。他被困妖火幻境数千年，修炼成果自然比不上正常修炼的魂切墨。萧晨的心中有些不甘，要知道当年的魂切墨看见他就只有掉头就跑的份。魂殿出战的3人便是6星斗圣的魂切墨以及魂灭生和魂魔老人。就在萧炎头痛魂切墨该由谁来对付时，丹塔老祖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旁。老祖稚嫩的脸望向萧炎，丹塔也算是天府联盟的一员，如今他们已经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而他身为丹塔守护者，自然无法置身事外，所以魂切墨那个老家伙便由他来对付。他不敢说能打败魂切墨，但平局却是底线。老祖让萧炎几人各自小心后，便构建了一个空间用来战斗。这种随手构建的空间并不稳固，一般战斗结束便会自动消失。他们2人进入空间后不久，空间就变得有些透明，下方众人的视线刚好能看到在里面对战的2人。萧晨盯着魂灭生和魂魔老人，问他们谁来出战。魂魔老人怪笑一声，萧晨当年的名头的确响亮，不过现在可有些过时了。萧玄的心中多了些许凝重，魂魔老人毕竟是一名5星斗圣后期的强者，但犯萧族之威者死。在萧族最鼎盛的时代，无人敢犯其威，就算是魂族也只敢如毒蛇一般潜藏。即便如今萧族败落，魂魔老人也没资格评论。魂魔老人冷笑一声，他有没有资格，萧晨亲手试试便知。但很快，魂魔老人就因为托大吃了个小亏。他的脸色阴冷，手一猛地一变，施展出天妖血骨。那是一只如同蟾蜍一般，身体有着无数突出肉团的东西，那些肉团上是一张张狰狞的人脸。魂魔老人利用魂骨蛙牵制萧晨，在不断暗中出手。慢慢的，萧晨开始落入下风，不得不转攻为守。萧炎看萧晨的脸色没有太大变化，心中才微微松了口气。如今3场已出2场，魂灭生一直未曾出手，看来他是想等这2场结束后再看情况。若是这2局魂殿都赢了，他也没有比试的必要。很快，丹塔老祖构建的空间炸裂，2道身影倒飞而出。下方的萧炎和魂灭生几乎同时开口，问他们结果如何。丹塔老祖和魂切墨对视一眼，开口说他们算是平局，他们2人的实力差距并没有很大，真要以死相搏，自能分出胜负。但显然他们并不会真的拼命。魂灭生皱了皱眉，他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。魂切墨让他知足点，有丹塔那个老妖怪插手，能平局已经很不错了。魂灭生苦笑一声，只要魂魔老人能赢了这一场，大局基本便能定下。魂切墨看了一眼，眉头紧皱，有些难。萧晨看上去依旧是处于下风，但很快他周身的斗气突然减弱，双手将血斧高举过头，一斧解决你。天空上的雷霆涌动，萧晨的气息也暴涨到了5星斗圣后期。他手中的血斧划过一道奇异的弧度，一条仅有拇指粗细的血线出现。望着在眼中急速放大的血线，魂魔老人手脚冰凉，一种死亡的气息从他内心深处涌出。他一口吞噬掉魂骨蛙，而后一道惊天动地的光鸣声响起，一个粘稠的血球和那道血线相撞，
两道身影倒飞而出，各自射进两座山峰上。萧晨有些遗憾，他先前的攻击并不能连续施展。不过魂魔老人虽然最后化险为夷，但他未来数十年中都会因为体内斗气被蛊虫侵蚀而难以提升实力。只是可惜的是，他们这一局还是平局，最后一场只能靠萧炎了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